今天吃什么？咱们吃拉面。拉面咱们已经做过3期了。有些人看到我们前面的这个拉面的视频呢，觉得这话太多。今天咱们就多做少说。首先咱们先来和面，拉个匀手，挖个坑，然后拿拳头把这个面蹲瓷实了，然后把水倒进去，用手把面逐渐往里拨形成面穗儿，再把均匀的面穗儿给它收起来，再往干粉里边再淋上这个水，然后再逐渐的形成均匀的面穗儿，然后再揉起来。您看这是拉面师傅表演给您看的，他们在自己店里还绝对不会这么干的，因为人家一天那么多面，要是都这么手工和面，不得累死吗？他们都是用机器和面。但是您自己在家里头要不要这样做呢？我建议您也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个是表演给您看的。您这个放在案子上和面很潇洒，但是您最后收拾呢，您可能不好收拾，而很有可能您都搞到哪儿都是面。所以呢，如果您在家里头用盆和就可以了。我们这个视频呢，就是告诉您这个拉面基本上是怎么做。那您说有那个点击率过1000万的就5分钟，您看看不就完了吗？也有那个点击率过100万的1个小时，那您干嘛看我们这个呢？那有区别。那些个呢是表演给您看的，或者说它是个娱乐性的节目，或者说是个小电影。您要想自己在家里学拉面，您看那个您是肯定学不会的。您如果说是想学，您看这个对您可能会有帮助。那么如果您是想学想开店，那您也别看我们这个，您去找那拉面学校去学的您照我们这办法去练习，您学会了您也开不了店，因为太累了。如果您是自己在家里就是为了好玩，想自己做碗面吃一吃尝试一下，那您看这个对您可能有帮助。这个拉面呢一般是4个步骤和面、揣面、溜面、拉面，就是抻面。这个和面呢是基础是最重要的一步。我自己呢没上过这个拉面学校，我也没找师傅学过，也没跟师傅问过，我就是自己摸索学习基本上我能找到的资料，文字也好，图像也好，我差不多我都看过了。我自己也学了好几年，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搞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出来，走了很多的弯路。我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告诉您，我走我的弯路。如果您想学的话，您就别耽误那功夫了我告诉您应该怎么干，您照我这方向试，应该就不会差太远当然我也不一定肯定都对，可是呢我至少是告诉您我的错误您别犯就是了。这个拉面呢最后成面的时候有很多形态有粗的有细的，有扁的有圆的这个呢我在这儿就不去演示它了。您学会了一种基本的，那其他的那就迎刃而解，很简单。另外汤的方面您也不需要开始搞得那么复杂那么 fancy您有什么汤，有排骨汤这个牛尾汤都可以，先把面做好再去做那些个，那就简单了。而且呢这个面有很多种您现在看这基本就是兰州拉面的做法，那么福山拉面呢，海洋摔面呢，那做法就都类似，您学会了那就都差不多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第2步揣面。您看那个拉面师傅那视频里边呢还有一步叫蹬面，就是把这面呢都撕成小块，然后再揉起来再撕成小块，再揉起来。那个目的就是为了让面团吸收水分均匀，跟揣面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我在这儿呢就没做蹬面那一部分，直接是揣面。您揣面的作用就是为了让这个面粉吸收水分变得均匀。您和好这面觉得还不够细比如现在您看到这就师傅说的3碟2包把这个蓬灰包在里边，您不用3碟2包，您直接抹在上面就揣，效果也是一样的。它的目的就是让这个面粉里边的蛋白质吸收水分之后就形成面筋。面筋是什么？英文叫做 gluten， 它就是面里边的，就像是这个
面里的筋您看过我们做的这个手工面筋、洗面筋、油面筋、水面筋那一集，您就知道了。这面筋您把面团里边的淀粉洗出去，剩下的就是面筋。可是面筋它是一团儿，为什么拉面能够拉长？就是您通过后来的揉面、甩面，把这个面筋呢让它排列的成长条状了它一拉它就能拉长，就延展性了。您边揣面边给它揉起来。您刚刚揉的那个就是师傅说那个算盘珠子您不揉成算盘珠子也可以。揉长之后把它再折叠再揣再揉起来，再拉长，再折叠，如此反复。这个过程呢，就是让这个面团吸收水分。您越揣会发现这个面团越细感觉好像越白似的。其实不是面白了，是它吸收水分之后呢，面团变得更细嫩了。你就反复的重复这个过程就可以了。把这个揉长然后逐渐揉，你会发现面团变软了给它拉长再揣，再揉起来。做完了揣面这部分呢，你还有一个醒面的过程。这个拉面师傅有的时候您看那视频人家在这表演，人不醒面，为什么呢？人家对面性掌握的非常好，很熟练的，而且体力也都很好知道怎么去用这个巧的力量。您如果说是不熟悉您照那个去学的话就累死了。所以呢，最好是醒一下。醒好之后就开始下一步，就是溜面或者叫甩面。开始的时候呢，这个面呢可能您甩不动，或者说甩不长，没关系甚至粗细不均这个会甩断，这都是正常的。您哪儿粗把它稍微拽一下，断了不要紧，继续再去甩。越甩您逐渐会发现这个面呢能甩得越来越长，感觉越来越软。这个就是这个面筋的排列在变化。那拉面师傅告诉您必须得左一扣右一扣不能乱了。那么我自己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也忘了事实证明其实也没有说非得说一左一右，你只要说别一直朝一个方向就可以了。甩到什么样，这个面您拉长觉得它粗细均匀面上面的纹路看到都很细，感觉这面特别光滑特别这个柔软了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就可以下劲儿了。把这个面头给它揪掉，然后下成剂子。这剂子多大呢？差不多是这个手腕胳膊粗细，筷子长短。您看拉面师傅啪下一堆剂子咱自己在家里肯定是不能那样那您做那么多面，那谁吃得了那不就浪费了吗？把这面剂子揉长揉到粗细均匀，然后外边给它再滚上干粉就可以拉。这个拉面呢一般会拉5到7扣，这个就可以吃了。9扣就是毛细了。我们自己自学在家里做要拉到9扣以上，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一般拉到6扣7扣那就是相当好了。5到7扣您吃一点问题都没有，粗细就合适了您如果想吃那种扁的宽面5扣就可以了。每次拉长面头要收一下拉1到2次就撒上干粉不让它粘。煮面也很简单，水开了把面丢进去，不要搅动，让它自己飘起来，然后煮开你就可以捞起来。煮是最简单的像这样再拉一下，这就差不多就可以下锅了。不均匀的地方给它收短像这样基本就可以了。然后您再加上您的汤，或者放上您的这个卤料都可以。这样我们这个手工拉面就基本做好了。